马邑之围是汉朝对匈奴主动发起的第一场大规模战役。那么最后的结局是怎样的呢？罢黜百家，独尊儒术是如何推行的？推恩令又是什么意思呢？本期视频我们就一起走进马邑之围及推恩令的内容。公元前135年5月26，太皇太后窦漪房去世之后，便与汉文帝刘恒合葬于霸陵。从此，刘彻再也不用奏事东宫，终于可以自己掌权了。可第二年初，匈奴就再次派出使者，要求和汉朝和亲。汉武帝召见大臣们前来商议，以御史大夫韩安国为代表的主和派就认为应该继续和亲，理由是如果不和亲，那就要和匈奴开战。但是汉朝军队千里征战，人疲马乏，最终也不一定能够取胜。即使胜利了，匈奴的那些大草原和戈壁滩我们也用不上，抢来的匈奴牧民也同样没有用，所以不如继续和亲。可是以大行令王辉为代表的则主张出击匈奴，理由是汉朝和匈奴已经和亲了很多年，但是匈奴却总是不守盟约，年年都来骚扰边境，抢劫财物，使汉朝边境的百姓连年受苦，不如就和他们干上一架。但是最终还是韩安国的主张获得了多数人的附和，汉武帝无奈，只能继续和匈奴和亲。1年之后，王辉给汉武帝献上了一条破胡之计。在汉匈的边境上，常年都有大量的商人与匈奴人做交易，其中就有一个名叫聂伊的商人。他找到王辉说，匈奴在边界上经常侵犯，总是一个祸根，不如趁现在刚刚和亲不久，他们疏于防范，我们假装献出马邑城，吸引单于率众而来，然后我们提前埋下伏兵，围而歼之，则匈奴可破。王辉也觉得可行，就将这条计策献给了汉武帝。汉武帝听后也觉得不错，便准备开始施行。公元前133年6月，汉武帝任命卫尉李广为骁骑将军，太仆公孙贺为轻车将军，大行令王辉为江屯将军，太中大夫李希为财官将军，出兵30万，准备围歼匈奴。御史大夫韩安国为护军将军，负责监军。另外，命令王辉率领一支军队从代郡出来，等到匈奴的大军南下后，从背后拦截匈奴的辎重，断其退路。汉军准备完毕，便分头开始设伏。同时，聂伊也带领着满载汉地奇珍货物的马队，从五洲塞向北进发。他通过在匈奴的关系见到了君臣单于，他对单于说，他可以想办法斩杀掉马邑的县令和县城，使马邑城群龙无首。然后单于便可以率领大军赶到，顺利入城，到时候城中的所有财宝及妙龄美女就都是单于的了。这对于单于来说，诱惑可实在是太大了。于是他们当即约定，等到聂伊杀死县令和县城，君臣单于便率兵南下，入城受降。商议完毕，聂伊就回到了马邑城。他从死牢里提出了2个犯人，提前处决，然后将他们的人头挂在城楼之上，旁边还贴有告示，写上县令和县城的姓名及罪状。然后聂伊便派出信使去通知单于，单于也通过自己的斥候证实了消息的可靠。于是君臣单于便不再怀疑，率领着10万人马越过长城，经过五洲塞，浩浩荡荡的直奔马邑而来。一路之上都非常的顺利，也没有遇到汉兵的阻击。可当他们行进到距离马邑只有100余里的时候，单于却发现有点不太对劲。周围的山坡上、草地里到处都是吃草的牛羊，却看不到放牧之人。于是这个反常的现象引起了他的警觉，连忙派人去附近抓个俘虏回来。当时在汉朝的边境上，每隔100里就设有一个哨亭，用来巡行和警戒。很快，匈奴骑兵便攻下了一个哨亭，并将哨亭的卫使给押送了过来。结果这个卫使来了之后，就供出汉朝有30万大军正埋伏于马邑的事情。单于知道后大惊失色，连忙下令退兵。退兵后，他还非常的感谢这个卫使，不仅没有杀他，还任命他为天王。就这样，匈奴远道而来，双方还没有交战，就主动的退走了。而汉军这边，韩安国等将领们苦苦等候了几个昼夜，等到的却只是一个个斥候的飞马快报，匈奴已
遁逃北去。他们赶紧就率军追击，可此时匈奴早已不见了踪影。其实有一个人很早就知道了匈奴北逃的消息，他就是王辉。他的任务是率领3万人马攻击匈奴的后勤辎重。按照原来的部署，一旦韩安国等将领率领伏兵出击，他就会立即率军去攻击匈奴后面的辎重队伍，切断匈奴的退路，使匈奴腹背受敌。可此时匈奴是10万大军有计划的整体后撤，如果他要出击，那就是3万人马对阵匈奴的10万大军，一旦交战，后果不堪设想。于是他就眼睁睁地看着匈奴的铁骑如潮水般退去。就这样策划了许久，出动了30万大军的马邑之围便在悄无声息下结束了。回到长安后，汉武帝震怒，首先就是将王辉给关入了监狱，交由廷尉定罪。廷尉给出的罪名是斗饶罪，也就是临阵避敌不前之罪，罪当处斩。王辉的家人赶紧拿着千金去找丞相田汾想办法。田汾虽然收下了这笔重金，却不敢给皇帝上奏，他就偷偷地去找自己的姐姐王氏，让王太后去向刘彻说情。可刘彻却说，如果王辉能够出击，纵使不能捉到单于，但总该有所斩获，多少还可以安慰一下将士们的心情。可他却放弃了这个机会，朕若不杀他，何以谢罪于天下呀？王辉知道后便羞愧无言，拔剑自刎而死。至此，马邑之围结束。此战虽然没有成功，但从此便结束了汉朝和匈奴维持了60多年的核心政策，同时也拉开了汉匈之间大规模战争的序幕。在汉匈大战之前，汉武帝还需要解决几件大事。第一个便是一直被窦太后阻挠的改尊儒术。窦太后去世的第2年，汉武帝便采用了董仲舒的建议，将不治儒家5经的太常博士一律罢黜，将黄老学说以及其他百家之言的学者们从此都拒之于官学之外。这便是历史上著名的罢黜百家，独尊儒术。之后朝廷的官吏主要都是出自于儒生，儒家便逐步开始发展，成为此后2000多年统治人民的正统思想。这虽然不利于学术文化的发展，但在当时却有益于专制制度的加强和国家的统一。公元前104年，董仲舒因病去世，葬于长安城郊。相传有一天，汉武帝出城狩猎，路过董仲舒的墓地时，在距离墓地30丈外，就翻身下马，步履而行。从此，董仲舒墓园周围的这块土地就被人们称作下马陵，并且此后还形成了一种制度，凡是过往的官员和儒生，一律要在30丈之外下马步行而过。清朝的康熙元年，知县黄家鼎把下马陵重加修葺，并在门前刻下石碑，上书下马陵，并将今天西安市和平门附近的一条街道改称为下马陵街。再来看退恩令。公元前127年，汉武帝采纳了主父偃的建议，开始施行退恩令。那么什么是退恩令呢？一直以来，所有诸侯王的爵位以及封地都是由嫡长子单独继承的，诸侯王的其他子孙则得不到尺寸之地。因此，诸侯国的土地分封的时候是多少，以后也一直就是这样。而且，诸侯国不仅面积广大，还领有军队，严重地威胁着朝廷的安危。退恩令首先就规定，各诸侯王除了要让嫡长子继承王位之外，还要推行私恩，给每个儿子都要分一部分的土地，并且还要给予封侯。但是这些新封的侯国就不再受原来诸侯国的管辖了，而是直接由朝廷的各个郡来管理，地位相当于一个县。于是本来七国之乱后，各个诸侯国的地盘和权力就变得很小了，现在更是将这些大的诸侯国分成了上百个小的诸侯国。从此之后，最大的诸侯国也不过就10几个城，小的则只有几十里地，而且朝廷的土地和诸侯国的土地还犬牙交错，使诸侯国的土地再也不能连成整体的一片，也就完全没有了和朝廷抗衡的可能。从此，归朝廷直管的土地逐渐占到了全国土地的80%-90%，大汉王朝的中央集权也终于得到了有力的巩固。这为汉武帝要举全国之兵对付匈奴扫清了障碍。下期开始，我们将正式走进汉匈大战，上演帝国双璧、卫青和霍去病的精彩战役。
本期视频就到这里，感谢观看，下期再见。